云南那个事件是一个特别大的事件，也就是200多的警察跟武警，也有人说是400多啊，咱们就拿减少的数据吧，200多。然后呢，云南的一个村子啊，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村，这个村子里呢，因为呢当地政府要求所有人员火化后必须到当地政府指定的殡葬园下葬，因为政府对于殡葬园的灵位啊各种东西收费很贵。中国呢也做过统计，咱们呢正常一个人死亡花钱，2022年是什么？5万到7万不等，平均啊5万到7万块钱不等啊。也就是中国呢，不光你活着不能活，死了也不能活，你拿着骨灰不行，得找指定地方下葬。那这个村子里就打算把这个老人家的骨灰呢拿到自己的村子里去下葬，政府就急了，就要抢骨灰。但是鉴于对方呢是一个少数民族的自治村，都是一个民族的，所以呢，为了抢骨灰，强制下降，并且把它作为一个政府案例，就派了200多个警察跟武警，开了很多的车，警车还有武警的那个车啊，贵州，对，贵州说错了，贵州啊，还有这个面包那种就是这个依维柯这种车，然后就跑到人家村子里开过去，干嘛抢骨灰啊？抢骨灰。那这些人呢都带着武器啊，带着盾牌，带着叉子，还有带着防爆警棍，带着各种各样的武器，为了抢东西。正常呢就抢过去呢就手到擒来了，对吧？但是其结果呢，在抢的过程中呢，抢骨灰过程中就遭到了当地的村民的奋勇的反抗啊，然后就拿棍棒啊、砖头啊，把警车的玻璃全砸掉了，然后把所有警察的武器装备啊、什么盾牌啊、什么警棍啊、什么防爆叉啊，全抢走了啊，不叫主动放弃，警察们主动把它上交给村民了。然后呢，车子因为全都被砸了、被搞破坏了，所以这些人只能徒步撤离村子就走了啊。这个景象呢，为什么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案例跟大家讲？因为大家可能不了解中国的这种公检法，特别是特警的机制啊。大家听过一个军令如山倒，听过这个话吧？也就是在中国的公检法跟军队体系，因为我星期天刚讲了中国的军队一盘散沙，刚讲过公检法一盘散沙，就是未来就出现这种场景，就是理论上呢，这个命令上级下了啊，除非真的有点什么事儿，是绝不能退的。就是命令已经下了嘛，那村民抗法怎么办？那就得打过去。而且关键，它只是一个村子下面的一个机构，整个就几百户村民，100-200户村民，也就是人数上警察武警不吃亏。真正玩起命来，村里面只有男的壮丁在才能对抗，并不一定能占到优势。但是这个事的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当这些人一反抗，警察就放弃了，武警也放弃了，全部都交，而且里面的视频都是求饶，啊，求求你了，求求这个东西视频出去，你知道那给中国的公检法和武警多抹灰啊！您穿着的是戴的是国徽，您穿的是官衣儿，您在这跟村民求饶，那这个东西，这个事态按照过去来讲，那就是极其严重的政治性事件了。那这些人一辈子回去就得脱官衣了，开个玩笑说啊，丧家之犬呢，最后都走了，踢踢踏踏就全都撤了，而且是把所有的武器都扔了的撤了，丢盔卸甲，全副武装去面对，尽管是有棍棒和砖头，但是除此以外没有枪械、没有刀剑、没有菜刀的村民，最后就全放弃了啊。某种程度呢，甚至于说彻底说，就主动放弃了，就躺平了。去那儿做个架势，如果到那儿去没有任何抵抗，抢走了算完成任务，然后发现有抵抗呢，抢不走呢，那就东西都给我们就撤，对吧？求饶也得撤，对吧？就按上面爱怎么说怎么说，上面爱怎么命令怎么命令，那都是上面的说法。你要想让我执行呢，除非得有我值得执行的代价。如果你没有我值得执行的代价，那你给我讲这东西有屁用啊？大家应该都看过那个视频吧？啊，所以呢，为什么我说打台湾打不了？现在大家明白了吗？你他妈打村民你都打不了，
就是当你的体制内部丧失了这种江湖气，丧失了这种土匪管理模式，大家都不知道为谁而干，大家都愿意躺平，都不担责任的时候，你就没有凝聚力，没有战斗力。所以您这一帮人打村民，打一个完全那个什么的，别良知。哎呦，老大，您求求您了，您可千万别讲这帮维稳的人有良知，您可真是高看了。他妈的，中国老百姓绝大部分都没有良知，道德信仰、良知距离中国人好几十年的差距了，哪还有他妈良知啊？就是不想为那点钱卖命，听懂了吗？是对于自己要卖命，要跟村民硬刚，可能被人家一砖头拍脑袋上，这个后果琢磨琢磨，老子他妈不值当的，哪有良知啊？知道吧？对，为何而战，为谁而战，都不明白啊！大家都觉得他妈的我去抢个骨灰，对吧？就挣几千块钱，然后人家大板砖要过来，那他们就撤呗。我虽然武器装备比人家先进很多，但是我打了人家，他妈的不定最后可能还给我处分，人家打了我白打，我住院费得自己掏，我疯了，那就都撤。而且呢，不是一个两个，是几百人全撤了啊！网上有视频，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将来有可能会载入中国历史的史诗。但有良知的人特别棒，但是少数。有良知人特别棒，我说的是不在公检法跟维稳的体系里面，那里面的人有良知的人太少，有良知人怎么会在里面待着呢？早出来了，我真的见过不少有良知在公检法的体系里早不干了，早出来自己做事了。他在体制内他如何保持良知呢？对呀，所以呢，这件事情啊，不是个大事儿。但是这个事情背后呢，我特别高兴，因为它反映了一个真正的事实，就是伟大领袖傻逼习近平下来的这些人，维稳的体系内部已经散黄了啊，没人打算做什么了。有人说他将来可能再派更多的人去报复这个村子，那都有可能。但是如果去报复的村子闹了事儿，开个玩笑啊，就更大的散黄。就是真的造成更大的散黄，那就更有意思了，大家就能更彻底的了解现在习近平下来这些所谓的枪杆子和刀把子真正的力量是什么啊？我以前讲过，改革开放30年，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家都是为了钱干活的，对吧？都是为了钱干活，现在没有钱了，后果还很严重，谁愿意更努力的去让自己的生命绑架在这么一个战车上呢？对，那甚至于再往上讲点，可能更高的领导都说过这个话，大家不用卖命啊，公安局长都说过，在底下都跟大家聊过啊，底下传达一下，不用卖命，能干就干，不能干的话遇见抵抗就放弃走人，对吧？不要为了这个事儿豁命，这都是县委书记为了上级领导的要求达成的目标，但是跟咱们公安系统没啥特大的关系，对吧？县委书记为了自己的政绩啊，这个东西咱们花了大劲儿了，最后让市财政满意了，咱们也没什么收益。所以呢，干成什么样自己看着来啊！就是我瞎说的，但是不排除有这些东西。所以呢，最后呢，就是一个个自己的底下的一个散花。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应该是刚发生了1天多吧。这个贵州这个事刚发生了1天多，很有意义。你没有在改革开放历史中见过任何一次这种情况。当年我记得去青海，去什么甘肃清那些回族人或者其他少数民族寺院的时候，那时候的警察和特警公检法还是很有战斗力的，很牛逼的状态，真的打真的上啊。但是现在呢，一样是面对少数民族更简单的一个事儿，就已经都不上了。当然跟各地左或者右都有关系，不过希望这个景象越来越多的去蔓延，中国瓦解的希望就快速构成了，好吧？